大家好，狗狗币昨天 YouTube 视频给的一个支撑位0.22，现在价格没想到跌回来哦，那这里会支撑吗？我是觉得狗狗币还是尽量看涨，原因在这一个变动率指标，所以去年的利润，反正我是继续保，继续做币圈的分子，因为正常人他也不会来币圈，更不会一个利润报个几年。比特币做多的利润我已经报了快3年了，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包括以太坊。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没想到一下子回落了接近8%。那昨天有提到的几个支撑位，短期我们先观察吧。这个0.22估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因为我们连到前面的这一根蜡烛的高点，所以昨天跌到这个位置，短期或者是给了支撑位，你如果有做多，我个人观点你要设好止损，或者是它现在留了一个下影线，有利润的话，你不然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那整个大长线为什么我还是一直在看涨？就是狗狗币之前的这个看涨楔形的形态，以往的历史经验，一般这种形态就是主力洗盘，目的为了低价的筹码，把散户下出去，把散户请下车以后，它拉起来就是会这么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3天的这一张图表，有没有可能到达$1？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在低位盘整的时候，它跟去年的这个低位盘整的指标也是很像ROC 指标当时在低位的时候是一直在这一个零下方，就是价格在盘整的时候，这个指标是偏弱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在这个位置狗狗币价格上来有几次洗盘也是洗得很猛烈但是后面爆发起来，我们看一下，有可能一天涨个40%、40%这种 K 线都很常见就是这个 ROC 指标，它也是体现了当下的动能多方的动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势。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当时的 ROC 指标是一路往上猛创所以现在的位置可以看一下，就短短的几天，回到零轴上方。那这个位置就开始往上猛创。其实去年的时候，这边也是有很多看涨楔形的结构，或者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复杂的什么 W 底或者是3重底的结构？那现在的一个头肩底价格上来，所以下一步我们尽量观察吧，狗狗币价格会不会一步一步去挑战0.3，或者是下一步的0.5，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甚至超过$1的狗狗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这个比特币日线前面在低位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提到，它有一个很大的看涨楔形的结构，主力洗下来也是目的为了筹码，然后也是一直在提醒朋友们，比特币历史上的楔形结构，历史的经验它肯定会再回到就是这个起跌点。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前2年也是一路跟过来，有楔形的结构肯定会回到这个起跌点，回到起跌点，或者是包括2024年的这个楔形的结构也是会回到这个起跌点，以及比特币当时在2023年的时候，我是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看涨楔形的结构，回到这个起跌点，但是后面又下跌，底部的位置 YouTube 视频也是提醒3个看涨楔形的结构，当时价格可是在 25K。 那现在的比特币反正还是尽量看涨吧，短期盘整，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支撑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大约是在$99,400附近，前面的这个高点，或者是这一根蜡烛的一半，大约是在$100,000。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没聊，因为我现在仓位只有一部分现货的以太坊，期货是没有做多以太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短期这个 Vegas 指标日线的，它虽然是遇到这个576、676通道的压制，有朋友是在问这一个位置那能不能上去？不过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观察以太坊前面在2024年这一个盘整的箱体区间，其实也是很漂亮就是它这一个低点箱体是重新回进去，所以呢，既然回进去，以太坊的几个支撑位
很重要的一个，也是短线不是超短线，超短线有可能就是昨天这个低点。那短线的支撑我们尽量先观察吧。这边也是有一个箱体，看到没有？这个高点的位置，它这个位置盘着，后面是往下跌，所以它已经连几个前面的这些压力区全部都突破。那这个2300左右就是以太坊，有可能是短线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